我不是想要夸耀说我家有多整齐，但是我觉得要维持家里的整洁，除了要有人努力打扫之外，日常的小习惯其实才是关键。嗨，我是 D 姐。9年前我离开台湾出国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把我所拥有的东西减量到只有1个行李箱，让自己可以更轻易的在不同国家移动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，东西变少，很容易就可以打扫，并且维持一个整洁没有杂物的空间。那自从跟伴侣住在一起之后，家里的空间就不再只是我的啦。为了要让家里时常的保持整洁，后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建立一些日常的习惯。今天就是想要分享我们的8个日常习惯，让家里保持整齐不乱。有押韵。第一个习惯就是早上一起床就马上铺床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每次住进去饭店里面，一进门看到整理稳妥的床，心情就会自然的感到愉悦，然后不自觉的全身就会放松。同理可证，把家里的床饭店式管理，下班后当你看到整齐的床的心情，一定会比看到一个乱糟糟的床还要好。晚上入睡的时候感受也会很不一样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跟伴侣一起睡的话，那晚起的那个人就可以负责铺床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比他早起。毕竟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的视觉空间，只要床铺是整齐的，房间看起来就不会乱到哪里去。第二个习惯就是吃完饭就把碗洗起来。很多人在饭后会习惯把碗放在水槽里面泡着，这样除了看起来有点杂乱之外，如果碗盘浸泡太久的话，细菌可能会大量滋生，对家人的健康也不是太好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习惯就是把洗碗当成用餐的一部分，在每一餐吃完之后，无论是手洗还是放进洗碗机，总之不要把碗盘留在洗水槽或者是琉璃台上。我和我男友通常也会分工，如果有一个人做菜，那另一个人就会很识相的主动洗碗，非常公平。第三个维持不乱的习惯就是保持厨房台面的干净和空旷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啦，但我们的厨房是家中最常被使用的区域，每天都会至少在这边花2-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但食材、餐具或者是电器那些的，其实都只是使用几分钟就结束。我真的不觉得它们值得占据家里的视线和空间。而且当你保持琉璃台的干净跟空旷，那下一个要来使用的人感觉真的会好很多。所以食材、厨房用具用完了就把它们放回原处，是我觉得保持家里整洁很重要的习惯。第4个习惯就是拿到实体邮件的时候就马上把它们处理掉。当我们收到实体邮件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立刻翻阅，然后回收。但如果不能马上处理的话，也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待办事项资料夹，或者是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。比如我们会放在玄关，然后每一次出门就会顺手带出门处理。实体邮件累积下来，除了会失去它们时效性之外，也会增添家里面没有必要的杂乱。第5个习惯就是随手完成小型的家务事。像是丢垃圾、更换洗碗海绵，或是把餐盘放回柜子里面等等的，这些可以在短时间内1-2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家务，我们会尽量随手完成。我们发现把它们放着不管，然后越是不做之后要完成的家务量就更大，然后心理压力越大，我们就会越抗拒做这些家事。习惯成自然，只要愿意多花那1-2分钟的努力，就可以让家里的舒适度大大提升。第6个维持家里整洁的习惯就是随手断舍离。任何的时间，只要发现家里有什么是可以马上断舍离的东西，就可以马上断了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算是可以马上断舍离的东西的话，可以参考我的上一支影片。一次性断舍离固然很好，但是毕竟我们一整年也就只有那些时间大整理个1-2次，而且老实说，每次要整理之前都觉得压力山大。其实这样循序渐进的，每天都有意识的把不重要的东西断舍离掉，就不用等到过年大整理的时候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。随手断舍离可以减少我们要维护这些杂物的时间跟精力，这样子要维持家里的整洁就会很容易很多。第7个习惯就是保持玄关的空旷。玄关我们习惯不放太多的置物柜、家具或者是会堆积杂物的平台，毕竟玄关是每次一进门就会看到的地方，如果东西太多，那回家的第一印象就会很杂乱。而且玄关空旷也可以拿来放一些要断舍离的东西，或者容易忘记要带出门的东西，像是钥匙、钱包或者是男朋友。第8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让家里更整洁的习惯，就是睡觉前把东西都归位。每次上床之前，我们都一定会把家里的灯关掉嘛。
那这时候经过客厅、餐厅、书房、厕所，把所有灯关掉之前，我们会花个1-2分钟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散落在地上的或者是桌上的，把残留的水杯、散落的一些杂物、书本、毯子、遥控器等等的，就这样一路的把物品都归位。投资少少的3分钟，隔天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美好整齐的家来迎接崭新的一天，这样子是不是很赞？Alright， 这8个维持家中日常的整洁习惯，其实每一个都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完成，但是带来的好处真的很多。而且我觉得家里一旦整洁，情侣吵架的几率就会比较小，真的值得投资一下。OK，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